好，对，今天晚上呢，给大家画一个我们的深色的花头啊，它用的是太白、曙红、胭脂和墨，一共是三种颜料，一个是什么？是墨汁来完成的。那么今天晚上的构图是什么形状的啊？首先我们进行一个布局，今天晚上的尺寸呢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正方形的构图，它的长度呢为70乘70，70乘70乘70的一个构图啊，69乘69也可以，差的不多。然后这个花头的朝向在哪里啊？哎，我在这个把它一分为，你看一分为4，第一步给它对折一下，一分为4，在第一格里边画出第一个花头，大概这么大。看到了吗？基本上我这个花头占用了整整一格。我这一个红色的花头，它的因为是深色的嘛，它的视觉冲击感会特别强。这个花头整整就占据了一个格子，理解了吧？整整就占据了一个格子啊，特别的多。然后你看，它是花头的朝向是朝这个方向的，看到我的箭头了吗？朝下面这个方向走的啊。朝下面这个方向走，好，你看，点住，哎，往下进来，对吧？这个枝干的走势也要安排好，点住往上，啊，对吧？点住往上，把这个一些你看枝干的布局给它你看排好，对吧？这个呢就是一个花头朝这边的，然后呢。咱们朝这一边呀朝右侧再出一些构图，你看折进来啊，你看折一下，再折一支进来，然后呢一边折的时候，你看啊，我在这个地方，在中间线这个偏，哎，你看，在这里加一个什么呀？加一个花苞，能理解吗？然后下面你看加一串叶子，好，其叶子翻转。左右对向出枝型的啊，这是左右对着出枝的，能理解吗？这张构图啊，左右先往这边走，再往这边走，是对向出枝的啊，对向出枝，可以截个图。我们讲一下主花头的构造啊，花头的构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讲一个主花头的构造，你看。主花头是长什么样子的啊？它的一个朝向呢是朝右边的，打开一个小圆形，这个圆形代表的是一个花头，而且的花头朝向呢是朝这个方向的，箭头代表着花头的朝向啊。那么你看。一个花头的整体姿态就出现了啊。OK， 大家看一下，我把这个花瓣拆解一下，我把这个花瓣给大家拆解一下啊。你看，这个花瓣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你看，我们呢按照一个花瓣的布局去表达，首先你看好了啊，顺着这个圆形，你看。加一个卷瓣，看到了吗？首先我先加一条线，对，这个线我代表的是一个卷瓣，就是辅助线，我把辅助线加在这边先，好不好？我先加一条辅助线，但是我不画，我只是告诉你们，大家应该在这一边，你看，看到了吗？对，这个地方我不画出来，因为这个地方是一条辅助线，大家画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理解了啊？就画到这个地方，然后你看我在这个上面，你看我再加一条辅助线，其实每一条辅助线我们代表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一个花瓣，你看我就在旁边啊，你看我加上去一个在这个地方的辅助线，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再加一条辅助线，对吧？我在这一些地方都做好辅助线之后，我再接着画。你看，上面这个不管它啊，你看，辅助线向里边包裹，
OK， 看到了吗？这个是我们花心的辅助线，就是每天来看我直播家人应该就知道，每一条辅助线代表的是什么呀？你看，辅助线代表的都是一个花瓣，每一个辅助线代表的都是一个花瓣，你看。看到了吗？每一个辅助线代表的都是一个花瓣，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我把辅助线加深一点啊。大家呢可以像我这样去调辅助线，或者是你们可以根据我这个辅助线，把你的花头的一些整体的结构先把握好，理解了吗？把你的花头的整体的结构呀，咱们先把握好，理解了吧？然后你看这里找到一个花心，花心向外围去扩散，对，花心向外围去扩散。你看这个地方，又是一条辅助线，对不对？好，又是一条辅助线，对不对？你看这儿，又是一条辅助线。OK， 你看，基本上在周边，你看我多加了一些辅助线，差不多了啊。你看，是不是？这些都是辅助线的。就是我控制你们在这个地方补上辅助线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啊，朝下面那种，你看大瓣直接结束，朝下面你看大瓣翻开直接结束，包括这个地方你看，看到了吗？这些上面都不管它，你只要按照辅助线去加，咱们不把它画满，你看。按照辅助线往上加，你看啊，大大小小的，是不是这花头基本就出来了？下面直接2个大瓣就结束它，理解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款花头啊，看到了吗？这是今晚上的一款花头，能看到我加的比较黑的这些辅助线了吗？加的比较黑的这个辅助线看到了吗？啊，能看到吗？对，层次不多。加的比较黑的这个辅助线看见了啊，可以截图。现在你可以把这个花心儿这个花的构造先截个图，截完图之后你打个1。首先我们呢先调色啊，先调色。我们今天加的颜料是太白啊，太白。今天真的是太白色颜料，就是只加太白。再就是只加太白啊，里边有点脏没关系，你看笔沾一点点太白，一沾一点太白，你看笔尖1坨2坨，里边有点脏也没事，让它脏点没关系，2坨太白，加入4勺清水，1勺2勺3勺4勺。加入4勺清水啊，然后呢，毛笔稍微蘸一下，吸干。毛笔需要蘸一下，吸干啊，然后你看搅拌，把整一个颜色都调匀了。整一个啊，搅拌，然后调匀。一定要调匀哦，底色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我们画大红色了，也需要有这种底色。底色是不管你在画什么都要，只是说底色的含量少和多的问题，知道吧？但是也要把它泡满底部，因为加了底色的花头会特别的厚实，不会单薄。对，不会单薄。OK， 刮干一点啊，刮干。然后调的是什么呀？曙红，你看，整一个笔啊都加上曙红啊，加多一点，厚实一点。对，整一支笔都加的厚实一点。你看，虽然我的底色里边有白色啊，但是不影响我加曙红。整一支笔都加白色，但是不影响我加曙红，对不对？整一个笔都占了白色，但是不影响我占曙红的啊。你看我曙红占非常多。占非常的多。
你看，对我这样的曙红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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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非常非常多的曙红，颜色你看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大红色嘛，因为要调，对吧？越加越多的红色，然后呢，你看颜色稍微加的深一点，就是你加完一次，是的，一样的。对，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加的红一点啊。你看比较红，然后呢，你看我们要在毛笔里边蘸点啥？蘸点胭脂，你看加胭脂，看颜色是不是很深啊？看到了吗？颜色多放一点啊！你看红色加到胭脂里边去调，加进来啊，它的颜色深浅就出来了。然后笔尖蘸一点墨汁，看见了吗？笔尖蘸一点墨汁。好，这样这一溜的配色就调好了，看见没有？你看，这就是一溜的配色啊，颜色从深到浅的配色。黑的啊是墨汁，黑的是墨汁。然后按照我们的这个布局啊，哎，对吧？你看，我在这个左上角，首先把它一分为4块，然后在这一边画一个直径大概为25厘米的花头，25厘米啊，直径大概为25厘米，看见了吗？直径啊大概为25厘米的花头，稍微小一点也没事啊，稍微小一点没事，听到了吗？好。我们开始啊，你看，把这个花头这样放着，找到第一根辅助线，第二根辅助线，对不对？第一根辅助线，第二根辅助线，你看，咱们把辅助线先给找出来。好，第一根辅助线我加在哪？哎，得在这个地方，你看，点住，你看，在这儿加出第一根辅助线。那么你看，我们顺着辅助线去画，看好了啊，毛笔，你看。笔尖在中间，你看，轻轻的点，你看笔像我这样转一下，转一下，看见了吗？轻轻的转一下，小一点，笔你看按大一点转一下，对吧？用笔尖去转一转，会不会转笔？你会吧？就把这个笔尖你放在这儿，你看按一下，蘸一下，你看这个旁边，你看啊，点按住。按住，对吧？边按边转，这样能理解啊？你看，对吧？按一下，转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笔啊，它是比较的，就颜色比较厚啊，颜色比较厚。你看，按一下，转一下，这个小边边就出来啦。对吧？加一个小小的小边边，这样能听懂吗？边按边转，你看这样子，我这条辅助瓣就出来了，看见了吧？这条辅助瓣是不是就出来了？一样的花瓣，理解打个1，谢谢。能够理解给主播打个1。对，蘸一下曙红，补点胭脂。就是你最好有大红色，那实在是没有大红色，那也没办法。好，这是一个花瓣，对吧？然后你看，我再蘸一个花瓣，哎，这个花瓣的辅助瓣在这儿，跟它分开了，就是跟它不太相连的啊。你看，我笔尖在这儿，你看，点一下，哎，你看，一半大大的，对吧？一半一半，一半一半的啊，大大的，往下面去按。对，先上课吧啊，先上课。你看，一半一半的啊，往上按，你看，这个。从这个花瓣这里，你看顺着它往上加，你看，点住，点一下，你看慢慢的啊，你看，对吧？一半一半的往上面去加啊，去加，蘸一点我们的胭脂，你看啊，点。给它们中间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好，再蘸一点曙红，多放点曙红啊，毛笔啊，我们多放点曙红，这样能听懂吗？
墨画印的太快，还好还好。然后你看这个左边，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一个瓣，好吧？咱们就顺着这个地方辅助线，你看一半一半去加，顺着咱们这个辅助线啊，你看现在加这儿了啊，一半一半的加，你看在这个边上呀，哎，点住按一下，你看哎，小一点，小一点，大一点，你看推开，你看慢慢的推，对吧？一半一半给它推开，对吧？它旁边就是顺着这个小边边给它推大一点，你看。一半一半的给它推开，可以啊，你放点金墨也不影响，一点点调和一下没事，是不是一半一半给它推开？然后你看啊，这些旁边的这个你看小侧瓣，咱们都根据这个辅助线去加，好吧？你看多放了点曙红，就是你放心好了，只要你的毛笔里的这个你看不断加红色，有大红色就好一点，没有就算了，像我这样没大红色，沾一点曙红多放点，沾一点胭脂，沾一点墨汁。沾一点墨汁，然后你看加这个瓣，这个瓣咱们在搁哪加呢啊？这个地方先给它盖起来，你看，对吧？先盖住以后，哎，到下面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按一下，对吧？按一下，牡丹红，那如果叫大红，它干嘛叫牡丹红呢？对不对？你看这个地方点一下，它肯定不是一个颜色，你看小小的，小小，你看。只要你的调色跟我一样，你看慢慢的推，轻轻推。只要你的调色呀跟我一样啊，画出来的花瓣就是这个颜色的，知道吧？只要你的调色跟我的是一样就行，姐妹们啊，沾点墨汁，沾点墨汁，就你的调色跟我一样就行，就不会晕开的啊。调色跟我一样是不会晕开的。点一下，你看，对吧？你给它抠一个反瓣。对吧？抠出一个小翻瓣啊，朝里边抠着。然后你看旁边这些小缺口都是一样，就是我跟大家说，只要你的调色跟我一样，因为这支笔的颜色还是比较厚重的，这个笔的颜色还是比较厚重，对吧？就是意思就是颜色还比较黑的，颜色还是调的比较的重，比较黑。好，我们继续的啊，每一个小花瓣，你看都顺着这个辅助线去加。你看我加这儿，笔尖点一下，按一下，点一下，你看，哎，你看边按，你看轻轻的推动，边按边推动，看见了吗？边往下按边推动，没有啊，没有啥创意啊，就是比较普通的边按边推动。其实今天的构图就比较有意思呀，对吧？里边你看，给它扫一扫。对吧？边按边往里边扫一扫，看见了吗？然后你看好了啊，我们下面的这个缺口，你看加在左边，加在这一边，还是一样，持续的加什么呀？加一下我们的曙红，你看就沾点曙红去加，曙红，补点胭脂，少量的胭脂蘸一下什么呀？我们的墨汁，少量胭脂加墨汁，你看它的这个花瓣已经朝下了。你看，按照我们这个花瓣来加啊，你看我点的这个地方，你看点，你看按一下啊，边点边按，你看哎，往上，好，点住，笔推过来，轻轻的，你看推，对吧？轻轻的，你看把这个花瓣给它推过来，好，再蘸一点墨汁，你看，咱们朝这个地方，你看我再加一半。对吧？一半一半的，你看给它叠起来啊，就是朝里边叠啊，朝里边去叠，这样能听懂吗，姐妹们？能理解吗？现在这个花瓣，你看这个缺口，你看给它加一加，对吧？一半一半的向里边叠啊，向里边叠，很好。今天这款花头属于基础款的啊，然后你看再蘸点墨汁，你看。咱们跟昨天一样，你看点住，
好，滚过来一下，小小的，点住，推过去，中间小洞给它盖一盖，是吧？滚过来，慢慢的，你看走起来，对吧？是不是这样一半一半就出来了？是不是一个个小瓣？你看颜色非常的亮，曙红，补点胭脂，补点我们的墨汁儿。好，按照我们说的，这个地方不是翻过来一个小花瓣吗？它是翻着的。那么这个翻过来的瓣我们要怎么画啊？你看咱啊就朝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一下，往里边按，小一点，对吧？给它朝里边给它这样翻一层，对吧？给它翻一层，蘸一下我们的曙红，曙红，再蘸点胭脂，再蘸点墨汁，看到了吗？曙红啊，这个时候请看，笔尖呀朝里边给它点一点，对吧？朝下面给它翻一下啊，对，谢谢，朝下面翻一笔，点住，你看，哎，往下加一个小瓣，然后用我们的胭脂啊给它复勾一下，你看，对吧？用胭脂给它反过来勾一下啊，对吧？这个花瓣就会卷起来的，是不是？花瓣就朝内卷的啊，看见了吗？好，这个地方笔尖点住，向上翻一下，向上翻，你看，把这个地方用墨色涂黑，用墨色涂黑，它就有种什么折起来的感觉。OK， 对吧？这个花瓣就会向里边卷起来了，是不是卷住了？对不对？你看，卷一个向内团住。好，你看笔尖像我这样轻轻的点一点点，你看小黑墨，抠一下这个小瓣，对吧？里边的花瓣基本就出现了。你再也不信，里边的花瓣啊，基本上就出现，你看颜色的深浅，基本就完成了，基本完成，看见了吗？然后我们蘸一点什么呀？对，笔蘸一下胭脂啊，笔蘸一下胭脂，蘸一下墨汁，颜色比较黑，是不是比较黑啊？你看，在这个中间这个小洞这里，你看点住，把它遮挡起来，看见了吗？这个地方的颜色把它加的好黑好黑哦。你看这个地方点住，用墨色给它盖住，理解了吗？胭脂蘸一点浓墨，我们来盖洞，好不好？胭脂蘸一点我们的蘸一点我们的墨汁去盖洞，这样能听懂啊？胭脂蘸墨汁盖着洞。OK， 对吧？花瓣给它分出来啊，给它分出来。然后你看，我们再蘸一点墨汁，把下面这个小洞呀，你看往上顶，边顶你看边画，是不是啊？对，每一个花瓣都给它留出来，预留出来啊。那基本上你看画成这样子，我们这个花头呢，一个向内包裹的状态就出现了。蘸一下曙红，蘸点胭脂。其实这个墨你可以把它放干2天也行。放干2天，你看里边比较深的这个墨汁啊，看这里。好，笔尖在这个地方，你看我点一下，小小的，按一下推，看见了吗？颜色里边非常的深啊，花瓣朝里边抠就对了，点住。你看点按点，就是边点边按，边点边按，你看。边点边按，把花瓣分出来，蘸一下胭脂，蘸一下墨汁。你看，点按，能看到吗？边点边按，把这个花瓣再压出来，一层一层的压。你看这个地方点住，点住，你看，一半一半向里边抠，再蘸一点墨汁。你看这儿。慢慢的压，
一层一层的朝里边压，不太尖，不太尖，因为你太湿了呀。不太尖就可能你湿的呀，太湿了。你看，加黑，对吧？加的黑一点，再蘸点墨汁，可能就是你笔尖太湿，有可能抠一下，多蘸一点我们黑色的墨汁去抠啊。这个地方都是蘸黑墨，理解了吗？多蘸点墨去填洞啊。是不是一个你看比较黑的一个花心就团出来了啊？里边就比较黑，对吧？你觉得想用胭脂，你看想用墨补一补也可以，对吧？用墨补一下下也可以。你看这样一个向里边团的一个花心基本就出现了。听懂打个1，截个图。对，听懂打个1，截个图啊。对，听懂。再停一下。对，大家如果有大红可以用大红。好，再蘸点墨汁，你看我朝这边，你看添一笔，对吧？添一笔，你看把缺口给它，你看调整调整，对吧？一个大瓣就出现了，比较大的瓣。好，再蘸一下曙红，蘸点胭脂，蘸点墨汁啊，蘸点墨汁。我不卡啊，我卡了，我这也能看见。你看笔尖点住，好，往上推，你看，往上推，对吧？笔尖往上推，我这不卡呢啊，笔尖往上推，
就是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呈现什么波浪的啊，其实不是波浪的也很漂亮啊。你看，点住往上翻一个小瓣，对吧？往上翻出一个小瓣，你看它不就是花瓣卷的这个造型就比较多嘛？好，你看有些小缝缝需要你去调整的，对吧？调整出来一个小瓣，对，我没砍，对吧？调整出来一个小瓣。然后下面的花瓣呢也是一样，比蘸一下曙红啊，蘸一下我们的曙红，你看，比蘸一下曙红，蘸一点胭脂，蘸一点墨汁，对，笔尖蘸胭脂，然后蘸墨汁，你看，哎，在这个旁边这个小缺口处，你看，哎，点住，慢慢的按两下，好，比较小的小瓣看见了吗？这个花瓣不大啊，画一个小瓣。蘸一下曙红，蘸点胭脂。看这个地方的花瓣，你看，哎，朝旁边给它点，先这样点一圈，对吧？笔尖朝外侧先点一圈，然后呢，笔尖朝里边，好，按一下，你看推一个瓣，好吧？对吧？笔尖朝里边，你推一个瓣，哎，搁这点一下，点一个小花瓣。就是刚才我的画法，大家看到没有？先朝外翻，再朝里点，能理解吗？你先朝外面勾一笔，然后呢，再朝里边点。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住，小一点点，你看，笔按下来，小一点，小一点，好，大一点推大，一个瓣，对吧？花瓣就是要有大有小的坨了，是吧？对，看到了吗？就是要有大有小的啊，整一个花瓣。你看，谢谢大家支持。这款红色的花头你们喜欢吗？对吧？花瓣就往下翻啊，往下翻，对吧？一个小小的花头。啊，一个大花头啊，就出来了。然后呢，你看下面这个大缺口处啊，我们可以偷个懒，笔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多放点，因为我们毛笔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朱砂，所以多放点曙红，蘸点胭脂，蘸一点墨汁。正不是大红有这个效果吗？是啊。然后你看我们接下来的花瓣怎么画啊？看这里，笔尖你看我朝这儿，哎，按一下。先按一下，然后你看笔尖朝外，看见了吗？朝这外面，你看，好，笔按大一点，往外一推，笔尖朝外一推啊，朝外一推，曙红蘸点胭脂，朝外侧推啊，好，勾一下里边的花瓣。对吧？这个花瓣就给它叠起来了。景香燕玲喜欢吗？对吧？加个这种你看大花瓣，你看好了啊，毛笔啊，从这样地方，你看毛笔笔尖顺着它点住，看见了吗？加进来一个小翻瓣。对吧？这个翻瓣很重要啊，这个翻瓣很重要，它是加到我们旁边的，加到旁边啊。好，再蘸一点我们的曙红、胭脂、墨汁，蘸一点墨汁，然后你看啊，笔尖蘸这个地方，你看点住，点住，按一下，好，推开一个大瓣，推在旁边，不可以，不可以啊，蘸一下不能。好，笔尖蘸这里，OK 啊，你看，对，是一块一块的，就是分区去画，你不要一口气给它啊，结果一画好了，坏了啊，你看，是不是它一块一块的这个花头质感就出来了？然后比较简单的两件事情，画大瓣，笔蘸很多很多的清水，蘸一下很多很多的朱砂，
蘸很多很多的清水，蘸很多很多的朱砂。对，喜欢主播的话点点赞啊，谢谢大家。朱砂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多一点点曙红。蘸一点我们的胭脂，谢谢。好，蘸一下我们的墨汁，主要是我没有大红，大红很好看其实。好，大家请看，接下来的花瓣怎么画的啊？我在这个地方点住一个大瓣，在这儿，看好了啊，笔尖顶一下，你看推，看见了吗？推出一个比较大的瓣，好，补点曙红，补点朱砂和胭脂，你看朝这边推过来，你看这一边的花瓣点住。对吧？你看这个的花瓣就比较大，如果大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你把那个色换一下而已，换了一个色而已。把那个朱砂换成大红色，谢谢。就是把那个朱砂换成我们的大红色，蘸一下曙红，蘸一下胭脂。别人都是2朵花一起画的吗？看来我这个太孤陋寡闻了，因为我都是一朵花一朵花画的哦。好，添加一下一个大瓣，旁边这个地方我得再加一个瓣，大的啊，蘸一下，你看，蘸一下我们的啊，对，朱砂和它会很亮。对，我都是一朵花一朵花画的，我不会2朵一起画或者3朵一起画，画不了那样，画不来。蘸一下墨汁，蘸一下墨汁，然后你看我在这个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啊，再加入一个瓣，这个瓣怎么加？你看，点住，按一下，推。对吧？推出来这个小花瓣啊，朝外侧去推，对吧？朝外侧去推，蘸一点墨汁儿，把这个花给它抠起来。今天这个花就大瓣，对吧？今天这个花它就是大瓣啊，大的这个花瓣很大，对吧？全是这种大花瓣去画出来的。好，旁边呢也是一个大花瓣啊，它是呈什么？呈一个卷瓣状态的。好，笔蘸一点我们的朱砂，多蘸点水分啊，蘸点朱砂。好，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多蘸点水分，蘸点朱砂，然后蘸点曙红，来包我们外围的花瓣。蘸一点胭脂，你看这个花瓣是怎么画的啊？你看它是有点这种侧过来，你看笔尖点住，对吧？有点微微的侧过来的。大家看好了啊！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啊，看好曙红、胭脂和墨汁。大家请看，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什么反向的花瓣？你看，笔尖在这个地方，你看点住，看见了吗？它们是可以融合的啊，看见了吗？它们可以叠在一起。学会了这个技巧没有？这个技巧你学会了吗？朱砂，这个只针对于我们画大红色的花瓣，可以这么用啊。只针对于你画大红色的花瓣可以这么用，就深色的花瓣可以用，浅色的用不了。对，浅色的话，这个花瓣它会分开，它会分开啊，对，会有点分开，就不怎么好看。然后你看我朝这个地方啊，你看笔尖点，对吧？浅色它是会分开的，别急，
浅色瓣会分开，但是深色瓣不会分开。所以这个新技巧你们学会了吗？浅色瓣不会分开的，就浅色瓣会断开，但是深的瓣不会。啊，这个是一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画完就知道了。听说你有什么事吗？对吧？朝里边卷一下，对，折过去的，是的。蘸一下我们的朱砂，蘸一下曙红，蘸一下胭脂，蘸一下墨汁。啊，你看蘸一下墨汁，这个时候你看怎么画？笔尖点住，你看，朝内侧给它折，看见了吗？朝内侧给它扣回去。对，折过去的。波瓣，好，你看这边给它，它就是个卷瓣，一个朝，你看啊，点住，朝上，它是有一个是朝外翻的，一个瓣是朝外翻，一个瓣是朝里边卷的，那一个是朝里边卷，一个是什么？朝外翻出来的。一个是卷，一个是翻的，它是两种效果，就是一个瓣它有一个挤出来了，一个卷进去了。这个下卷瓣好看是吧？谢谢。就是画深色的花瓣，也有画深花瓣的技巧。对，我也是有画这种深色花瓣的技巧啊。对，看明白了。对，它就是这样卷着的，就有画这个深色花瓣的技巧在里边的，就很好看啊，很好看，懂了啊。所以不要着急啊，看不懂慢慢就看懂了，多看看就懂了，对吧？它的深色花瓣，然后呢，整一个小花头给它稍微修一下。花头进行修一下，谢谢。对，它可以改动。曙红，蘸点胭脂。因为最大的花头，就红色花头，它的最大特点，它就是感动。深宣，深宣，你看这个地方啊，深宣，点住。至于晕不晕的问题啊，至于阴不阴水的问题。这个大家每个人去问一下你自己，控色控水你练好了没有？明白了吗？它晕不晕，这完全是你自己的控色控水有没有练到家啊？对，这个跟纸张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对，所以不是说人家在复笔了，它就是熟宣啊，不是这个道理。好，蘸一下曙红，再蘸点胭脂，自己先问一下啊。然后你看旁边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住，往外翻一半，加翻一个小瓣。看好了啊，所有的花瓣的翻瓣是怎么画的？蘸点胭脂和墨汁，你看这个时候的花瓣的一个翻转方向啊，都是这样。点，它是可以这么翻的，对，是深宣啊。熟宣根本就走不了笔，好吗？对啊。对吧？熟宣根本就走不动笔的。好，你看这个地方点住，朝下面翻，翻，
朝里边叠2下，蘸点胭脂，蘸点墨汁啊。对吧？蘸一点胭脂，蘸一点我们的墨汁，对吧？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啊，看着就喜欢。对，碎碎点点，猫猫在睡觉，蘸点胭脂，再蘸点墨汁啊。你看，用笔尖这个地方，你看，哎，抠一下，对吧？给它抠一下，你看，花瓣啊，然后旁边那个地方再加一个小瓣瓣就完成了。旁边缺口处啊，再加一个瓣，蘸一下，它以一种非常怪异的姿势躺在那里，对，一种异常怪异的姿势躺在那里，蘸一下曙红，这是小号的，蘸一下曙红，涂点胭脂。对吧？然后你看啊，旁边这些缺口，你看加一下，对吧？缺口处你多加一加，调整这个花瓣，对吧？多添一点花瓣。好，蘸一笔墨汁，加上最后一个花瓣，笔尖在这点住，向里边按。看到了吗？笔尖点住，向内侧去按，向里边去叠加。好，一个小花瓣。蘸一下曙红，补点胭脂，加出最后一个瓣。我跟你说，我今天用的颜料都好少哦。超级省颜料，是不是？是不是超级省颜料？超省颜料花头。好，有些花头给它合一下啊。很多花头你看，给它稍微合一下 ，Mary 用的 Mary 的颜料，蘸一下胭脂，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啊，点住，抠进来，对吧？抠进来。对吧？花瓣是卷着的，是的。绕在里边这个花头，对吧？你看这些花头很有意思，花瓣很有意思的花起来。蘸一下我们的曙红，你把用笔基本上把控到位，它就能画的比较好。OK， 对，喜欢主播的话点点赞，谢谢。加一些小瓣瓣。好，周边的花瓣给它调整就可以了。上面你看加一些碎瓣。OK， 这个花头就画好了。首先请看啊，笔蘸太白和3绿，太白和3绿，哎，蘸干一点，刮干一点啊，刮干一点。然后你看这个花的这个雌蕊要咋画啊？你看把雌蕊画到这个下面，你看点到这个地方，你看哎，往上包裹，屁股尖尖的。这样能看懂吗？对，往上包裹啊，往上包裹。对，是的，对，好眼力，
是的，他就很喜欢斜视人家，这都被你发现了，他就是喜欢斜视，很傲娇的他，宠坏了给他。这样涂出来的蕊啊，会比较有质感。对，这样涂出来的蕊，刷出来的蕊呢，会比较有质感啊，有一层淡淡的质感在里边。然后你看，你可以像我一样加点翡翠绿啊，这是翡翠绿，用一点翡翠绿啊，一点点。翡翠绿调到哪里啊？调到它的笔根处，就是调到下面这个啊，你看尾巴这个地方，再染一层翡翠绿。你看，这样它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然后呢，周边我给它勾一圈这个翡翠绿，你看，点住向外勾，看到了吗？勾出一个这样的绿绿的一个东西啊，一个绿绿的一个小刺猬。然后笔调一点纯白色颜料，笔啊调一点白色颜料，你看，我给它从这儿，你看，哎，给它勾上去，看见了吗？勾出一个细细的小丝丝，小一点啊，白色的。喜欢主播的话点点赞啊！勾出一个特别细的小丝儿，这个地方你看，哎，用白色按一下，按2下，按3下，按出一个这个小小的花托感觉。镜头拉近点，对吧？按出个小小的花托的感觉。然后你看，顺着这个旁边啊，往下面去劈开，对吧？劈开一条一条的，到手机看，劈开一条一条的。然后呀，哎，毛笔啊，蘸一点我们这个曙红，啊，颜色太脏了啊，用一点玫瑰红吧，用一点，对，用一点玫瑰红。加一点我们的白颜料，看这个地方是怎么加的啊？笔蘸一下，蘸一坨白色，蘸一下我们的什么呀？玫瑰红，直接就这种状态，有点脏脏的质感啊！你看，笔尖点一个小瓣，热气球是吧？啊，好，2个、3个、4个。对吧？4个，给它往外面撑开，还有2个，你看是小小的，对吧？还有2个小小的，哎，朝两边给它松开啊，全部松开。松开以后，你看，对，就像个小热气球，很可爱吧？蘸一点我们的藤黄，对，笔蘸一点藤黄。然后呢，蘸一点我们的白色颜料啊，去调我们这个小蕊啊。白色加上我们的藤黄，你看，白色蘸藤黄，颜色比较厚的，白色多，藤黄少。好，白色多，藤黄少啊！你看这个时候怎么点啊？请看好了，你看啊，笔尖点住小小的，要遮挡住它呀。干的小张小水母啊，干的你看到吗？你看，哎，对吧？干的往上走啊，稍微颜料干一点，一点点水就好了，不要太多啊，不要多，多的就不用了。对吧？干的不用太多，一点点的水，一点点的水分啊。你看往旁边给它加起来，你看这个周边的这个蕊，你看，哎，是这样子的，小小的进来，非常的小，很细致，小芽一样，一个个的抠进去。对吧？特别特别的小，用笔尖上面划拉划拉，把它加的比较厚，
好，你看这个周边，你看，哎，小小的，就是怎么样加出一个爆炸的蕊呢？肯定是越你看非常多、非常密的蕊，对吧？对，一些比较密的蕊，要一点点水啊，不要干到走不动啊，一点点的水。注意要逆推，对啊，它的呼吸，注意了，毛笔需要逆推，知道吧？逆着推，逆着推啊，我也不知道啥品种，就普通的这个鲁泽红，我用的色其实是用的鲁泽红的配色，它是活的呀，它肯定得呼吸啊。你看啊，一层层往上加，用的配色呢是用的鲁泽红的一个配色，常用的画法。鲁泽红，鲁是山东那个鲁啊，山东这个鲁，泽呢是那个三点水那个泽，泽达天下的泽，红是大红色的红，对吧？一个个小蕊，你看，对啊，它没有我，它吃啥呀？对吧？一个一个小蕊啊，你看，多加上。OK， 对吧？这个小蕊给它全部多加一点啊，多加一点，加多点不怕的。你看这个缝里边再挤一点出来。有一些小缝里边需要再对多加一点。其实二宝跟我真的特别要好，真的很多时候大家不知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永远都有二宝，对吧？好，蕊丝再加密一点。好，下面呢，你看啊，细一点。加一点特别密的蕊，谢谢，还有你啊，对，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种不一样。OK， 这个蕊你看啊，可以拉镜头看，特别的密，特别密实，对，特别的密，它积攒在一起，这个力量感很强。对，这个积攒在一起力量感啊，你看。OK， 对吧？这个蕊你看细节，特别特别的密实，密实啊，很密，结实。OK， 然后呢，我们来画一下叶子啊，画一下叶子。你看，第一步，笔蘸我们的藤黄，笔蘸藤黄，加点三绿。藤黄颜色比较重，多加点三绿，加点三青，颜色比较深，加点胭脂，调的有点，你看有点青灰色的质感就对了啊，加点三青。OK， 色很厚重啊，我不知道哎，这个色本来就很重啊，好，大家请看好了啊。这个花头的这个梗怎么加？其实呢，它的这个梗应该是从这个地方你看出来，然后朝这边你看，哎，给它这样折进去，就这样给它折到里边，看见了吗？你看，给它折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先看一下怎么画。阿宝，你把爪子让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去那。谢谢你，阿宝。去吧，哎，乖，真棒。好，请看好了啊，我们呢在这个花蕊啊，这个你看，在这个地方，你看啊，笔尖点住，因为它是有点这样，像这个地方翘起来嘛，你看，一定要它衔接的比较强一点啊，你看，从这个地方加过来，这个枝往这儿走，好，穿过去到这边折起来，不然就会很奇怪。你看穿过到这个点，用手给它分一下，
就是你得用这个手给它提高一点儿，然后你看往下面折下来。好，请看好了我的纸怎么画啊？你看笔尖先点一下按大，你看哎推出来一个大纸，看到了吗？你看推，你看一定要推大一点。你为什么要推它？这个花头它大，这是大花头啊，对吧？然后呢，在你这个衔接处呀，稍微停一下。这个衔接处你得稍微给它，你看停顿中间分一点点，因为我需要加其他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啊。你看分一点点细细的，中间穿插一点点啊。然后你看朝这一边衔接点住，你看中间断掉啊。你看哎下来，笔按下来。你看笔可以转一下，对吧？笔可以转一下，就你不要觉得啊，为什么它这个那一段断了啊？好，我告诉你为什么。蘸一下我们的胭脂，蘸一下胭脂。咱们呀，从这个缺口处，你看点按一下，好，停，从这出去，从那儿出去一个支，中侧结合，中侧锋结合啊，中侧锋结合。然后你看。朝这个地方笔尖点住衔接进来，点住让它衔接进来啊，蘸的是铜黄和胭脂，看见了吗？让它有点衔接，这个很细节啊。对吧？让它你看整一块衔接起来。这个很重要的一些细节上面，就是你要把控的好一点，因为这个花它是有这种，啊，你看，它有一个什么？你看这种特别小的小芽，分布在这个周边的，对，分布在这个周边，它很妖娆，分布在周边。然后你看啊，朝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一下，点住，你看，哎，穿过去一个小枝。对，冒个芽，因为它本来那个地方它就是冒芽的，你看点进来细细的折枝，所以我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周边一定要都留空，一定要都留空。其实你事先都得预判好，你一定是预判的，有提前有准备的，一定是预判，知道吧？好，衔接一下，你看理解了吗？它就是这么长的啊。好，朝这边你看点住下来，穿过它，提前要有预判，对吧？这我倒还好吧，理解了吗？你看这样的花头的穿插就会比较的漂亮，向里边衔接一下。好 ，OK。整一个花头给它衔接度比较强啊，比较强。好，继续的，你看我下面这个地方啊，其实我呢不打算画那个枝干是空着的，那块我是空着的啊，我打算画点叶子啥的。对，我那块是准备画叶子，所以呢，哎，好的，画叶子。然后你看我朝这个地方，你看啊，笔尖点住，你看给它绕一段上来。你看啊。笔尖点住，好，绕一段，对吧？给它绕上来，一定要去绕，你绕的这个枝干会比较妖娆啊。蘸一下胭脂，这个地方就是什么？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分支的一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住，点折，对吧？笔尖点住，给它分出来。好，这个地方笔尖点住，折下来。对吧？笔尖点住，给它分支分出来，很细节这个地方啊。铜黄三青，蘸点胭脂，对吧？你一支一支给它全部分的细一点，给它都分出来。好，下面这个地方啊，你看，带一条小一点带进来。对吧？带一条进来，记得是空心的啊，姐妹，这是空心的啊，略带点空心。
好，朝这个地方点住，分出来几个小叉，就是你的整一个枝干的一个布局是很重要的。枝干布局啊，要布局的好看一点。你看，朝这个旁边，你看你穿过来，穿到这一边，笔尖点住 ，OK， 完成啊，可以截个图。现在这个图截的很需要，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布局。先截图，截完图打个1，布局很重要。截完图请打个1，布局很重要啊，请先截图，截完图打个1。对，它全部是有带布局的，整体的内容都是带着一个小布局。截完图打个1。好，然后我们开始画叶子。不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左到右，画法都差不多啊，差不多。那么我一般都是从上到下，从下面往上画，从上面往下画啊。好，我呢从这个上面开始画一个叶子，注意一下叶子的配色。毛笔多蘸点清水啊，你看笔蘸藤黄，清水蘸一点藤黄，加点什么？我们的三绿，放点三绿啊。多放点三青，笔尖呢蘸点花青，颜色也比较厚。好，蘸一点我们的胭脂。看一下我们整一个叶子的一个啊，你看用笔的一个方向啊，用笔的方向。首先我呢从上往外画啊，我加一条宣纸在上面，画到这儿去。就是你们为了防止你的毛毡画脏了，也可以像我这样，你看上面垫一个宣纸，在这角落里边，你看啊，哎，笔尖从外，哎，画进来，理解了吗？从外面画进来，好，勾一下，对吧？从外面往里边画啊，好，再蘸点三青、花青。加点胭脂啊，然后你看旁边这个地方，笔尖侧过去一下 ，OK， 然后拿掉，看见了吗？说明你这个叶子它是什么呀？画到外面去的，对，因为你不用把它画到外面，就是很多人这个外面的叶子他画不来，他画不好，结果呢，他就那个画出来的叶子很奇怪，造型很诡异的啊，因为他预判的位置没有预判正确，对，位置没有预判正确。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小叶子小一点儿，对吧？叶子小一点。你看这边，对吧？很多人的位置它是没有预判对的。好，拿掉。看到了吗？这个叶子它就是，哎，它就是画到外面去的，叶子就是画到外面的啊。三青，沾点胭脂，轻微的点胭脂啊，对吧？颜色你再调匀一点点，是不是？你看，朝外点一点点，然后你看有些叶子可以怎么办？哎，我顺着它可以这样子搭了一下喽。对吧？一个小叶子是不是可以打下来？对吧？这边呢带出一个小小的叶子啊 ，OK， 朝下翻的。然后呢，我们继续画啊，对吧？我们朝下面画 ，OK， 这个叶子完成。然后呢，我们再找找哪里还需要叶子呀？哎，这个花萼边上我可能需要一个藤黄为主的啊。黄色，我多蘸一点藤黄。然后呢，我这个笔里头呀，还有点啥？还有点曙红。你看，我蘸一点曙红，少量曙红啊。然后画到什么地方？画到我这个小花萼这一块。你看笔尖，你看，哎，带一个勾，按下来，挑进去，带一个小勾，带一个小勾的花萼，看见了吗？你看这个地方小小的，你看从这个地方呀，可以像我这样点住。出一半，对吧？出一半，
小小的啊小萼片在旁边，出一半小小的萼片在旁边，对不对？你看这个缺口很重要，干嘛？点住，你可以这样子让它，你看大的细的衔接一下，带卷的这个花瓣，带卷的小萼片就有了啊，带卷的萼片很漂亮的啊。好，继续翻，然后呢，我们再来找颜色稍微调淡一点点，颜色调淡一点点啊，蘸一点我们的铜黄。喜欢主播的话可以关注我一下，好吧？铜黄蘸一点点我们的胭脂，上面有小灯牌可以挂一下哦。可以当我的粉丝团成员都可以。然后你看这个缺口的地方，我们开始加叶子，你看顺着它点住这儿，点住，对吧？你看缺口处的，今天画的好漂亮，平时画的不好看吗？平时的不好看吗？好，继续加啊，蘸一点这个藤黄，蘸一下我们的三青、三绿。蘸点胭脂，你看，我们把这个叶子啊，你要加的稍微完整一点，稍微加的完整一点。是不是突然遇到一个要杠的人是吗？特麻烦哈。OK， 你看，对，你看，本来想夸我一下，结果被我杠到了是吗？你看啊，这个叶子啊，在这个下边啊，在这下边，你看旁边这些地方也是一样，你看点住向外翻。我不是有意的啊，小一点，看见了吗？你看，哎，向里边添，对吧？添起来啊，一个一个的小叶儿。好，继续翻，你看，持续的啊，我们依次的往下面叠加，包括你这个，你看我颜色比较淡，穿过它们，好，画出一片小叶子，带一个小勾勾的，对吧？带出一个小勾勾的叶子，叠到什么呀？叠到我们这个枝的下面。其实画这种叶子也是很神奇的嘞，你看，看见了吗，家人们？对吧？带出一种，你看，对，小小的小钩没事啊。你看小钩的叶子一定要穿插到这个后面。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啊，你看蘸一点色，笔蘸一下我们的藤黄、三绿，蘸一点我们的三青，颜色比较深；蘸一下花青，颜色比较重；蘸点胭脂，颜色加重；蘸点胭脂啊，颜色继续加重。你看我下面这个叶儿咋翻的？你看我搁这儿，笔尖点住，推，压出来一个，你看笔尖有点圆的大瓣，看见了吗？啊，晚上好，有点微圆的大瓣。再蘸点胭脂，你看微圆的大瓣啊，你看朝这个地方点住一半，翻一下，看这个叶子，对吧？它就有那种牡丹叶的质感，它里面是绕圈的藤黄、三绿、三青，加一点我们的花青，蘸一点胭脂啊，一点点的胭脂。然后你看我旁边这个地方看好了，笔尖点一下，绕一圈，然后你看。点一下，绕一圈进来，是不是牡丹的叶子就这么长的？中间给它添一笔，点一下，你看，对不对？它就这样绕起来的。好，蘸一下花青，你看这边再点一下，你看笔尖点住，再来一下，对吧？一半一半的小叶。有家的宝爱看二宝吗？在这里啊。对，一半一半，你看添这个小叶子啊，对吧？这个牡丹叶子你喜欢吗？它这样加出来的，朝这个地方看下来，带一小尖，带到这儿，啊，带一个小小的尖尖，就在旁边给它撑开，你看，哎，对吧？小小的小牡丹叶就出现了，然后继续翻，继续翻啊。这种牡丹的叶子的画法也很神奇，三青蘸一点花青，蘸一点我们的胭脂，要不我不画了，来你们看个够，对，你们来看它就好，我不画了。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点住，你看往下面停，你看笔这样像我这样，你看推边拉一个小叶儿，
边推边拉出一个小叶啊，继续蘸一下我们的三青，对，那很听话啊，蘸一下胭脂，蘸一下胭脂。对你一个哭哭的表情我没看懂哎，你看这个地方往里边添一下，你看哎，小一点点，你看推过去，对吧？小小的叶子啊，你看，对啊，也很有魅力。我们家二宝，你看加一个小小的小叶子，你看添到后面去啊。你看这个叶子的一个层次叠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要看二宝啊，你看吧啊，对，你看就行，它在这儿呢，不用哭。然后你看再蘸一点三青，蘸一点太轻了，三青，再蘸一点花青。笔尖这时候我换一点曙红，对，我就换一点曙红啊，笔尖换点曙红，有点颜色不太一样，换一点曙红。然后你看这边的叶子是怎么处理的啊？看好了。看这啊，你看细节一半两半往上翻，看到了吗？请把你的没有，它没打呼噜。对，把每一个细节全部把控到位，它就会特别美。这就是作品啊，对吧？这个是牡丹的小叶子，特别小，知道吧？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再来一片叠起来。就这种已经长开的这种叶子，它就是这个造型的，对吧？牡丹的叶子已经长开了，这个感觉啊，没事儿，好的，不用谢，有小红心可以给我飘一下，对吧？把控好每一个这种，你看，把控好啊！你看你应该有的每一个小的细节。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你看你这个是很小的叶子，对不对？就是你与其噼里啪啦的搞一大堆，然后你画了一堆你不满意的，你为什么不选择慢工出细活，画一堆你喜欢和你满意的呢？姐妹们，你说我觉得说有道理吗？对吧？你看这个小叶子，就是你与其画一堆你不爱的，为什么你不画一片你喜欢的呢？你看这个叶子就很小啊，很小，救命啊！二宝又在捣乱，感觉吧？你在笑。来看这里啊，就是我觉得我就说实话，就是你与其画一堆你不要的，就你要有选择性嘛，对不对？要有选择性。好看这个地方啊，你一定要有选择性啊。这个时候请看，哎，我再蘸一点藤黄，蘸一下我们的三绿，藤黄加点三绿啊。蘸一点我们的，蘸一点我们的胭脂针，对，叶子就像我说的，你要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而不是选择我们要不将就，明白吗？不要让自己将就，好不好？不要让你变得将就起来，那不行，不可以。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能将就啊！好，你看这一边这个叶子是怎么画的？二宝你别弄好不好？你拿着我的东西，那你给你。然后你看，我朝这边走啊，你看朝这个地方，你看点住，哎，朝下翻一半，看见了吗？对，我要吓唬你一下。好，点住往上加一个小叶，看我这个叶子都是比较小，诡异的很。到晚上了吓唬你一下。OK， 你看这个叶子是比较小的，对吧？这一串的叶子都是比较的小，这是一片。你看，再来，蘸一下藤黄，忽略我的笑啊！蘸一下我们的三绿，蘸一下我们的花青，蘸一下我们的胭脂啊，蘸一下胭脂。你看我继续加，你看这一块的叶子，哎，翻过去进行遮挡。大家看到没有？我今天这个周边都是小叶子在遮挡，哎，都是我的小叶子在遮挡，理解了吗？全部是我的小叶子进行一个遮挡关系，对吧？我反而没有，你看没有穿插一些其他的东西。你看这个地方没有画大叶子，二宝别捣乱。
对，你看我基本上没有花大叶子，都是特别小的叶子，进行一个对，穿插在一起，鬼笑。对，今天心情还是比较好的，对吧？穿插在一起，小小的小叶子，这是一段一段的啊，你喜欢吗？看呆了，喜不喜欢？好，蘸一点铜黄，加点三绿，加一点三青，加点胭脂。对，沾一点点胭脂，给它了，它就扒拉着。你看这个地方笔尖，你看，哎，轻轻的，你看点住，哎，下来，稍微你看有点这种，有点软软的感觉就对了，对吧？这一块你把它处理的稍微软一点点，就不要特别的坚挺就行，不要特别的坚啊，不要特别的坚挺。然后你看我们上面的小叶子啊，铜黄，蘸点三绿、三青，加的是曙红。你老捣乱不听话，爸爸打你屁股啊！你看这个时候上面加的是一些曙红。好嘞，我跟你说你要挨揍了，阿宝。你脚放上面。哎呦，我的妈呀！好了，然后你看啊，我们上面一些小叶子是怎么画的？你看，笔尖点住向里边包一半，笔尖点住向里边包。你看，哎，穿插点住向里边包。你看，哎，向里边你看花蕊一样这样抱住它，这样能看到吗？从里边抱住它，你看往里边抱。注意，你看抱的这个东西，它你看有大有小，上面你看中间有一段特别细致的抱到一起，铜黄。对，我基本上画不完的话，我明天再画，老规矩，对吧？让它抱住啊，抱住，就含在一起嘛，含在一起。完了画不完，我就明天再画喽。好，小小的，这是一片啊，一片。好多放点铜黄，蘸点我们的曙红。你看，我搁这儿加几个这种大芽儿。对吧？这一块处理都是这种以嫩芽叶子，谢谢。这个地方你看都是以这种嫩芽为主的，你看到了吗？特别细的嫩芽给它抱住，好，抱到一起就可以了。谢谢叶子的红的支持，就是都是抱在一起的啊，特别特别的细，一个一个它不重。铜黄加点曙红，你看朝这边，笔尖点住，好按进来，对吧？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像里边包含在一起的，你看一个小小的小托小萼片。对，你看在这个地方，你看，哎，这个大毛笔从这个缺口处点一下，你看，哎，推开一下，小小的折进来一片。你看向里边加，对吧？加出一个，对吧？右上离个大花瓣，大漂亮。左右哪个右上离？你说是哪个右上离？这个还是这个？对，你说的是那个，姐妹，说的是那个梨。好，继续的啊。这个旁边这个啊，小叶儿我们再加铜黄，好，蘸一下三绿左上哦。你说说刚才我手指的那个是吧？好，蘸一点胭脂，这个干了之后颜色会特别的亮，蘸一点胭脂啊，一点点的那个梨。然后你看我的这个小瓣瓣，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分开分开，好，小小的一个小叶儿加出来，加长一点点，对吧？加一些小叶子出来啊，特别特别小，一起结上。好的，这个你看这个叶子特别特别小，不大啊，不大。然后你看旁边左边右边的叶子继续加，你看这样一个花的这个花的扭头的一个质感就出来了。铜黄啊，加点我们的三绿，铜黄加三，加点三青，沾一点花青，沾点胭脂，多来点胭脂啊，忒漂亮，喜欢吗？这不是担心我家跳总不喜欢我的这个，不喜欢我的这个叫啥？不喜欢的哦，不喜欢我的花头嘛，我就叶子来凑呀。
好，我继续加下边的这个小叶啊，对，这个下边这个小叶子，你看我加到这边去，加到这边，你看啊，笔尖你看从这个地方点住，你看往上翻一片。对吧？叶子的转角啊也很重要的啊，就是你在画叶子，它是有很多，比如说转角啊，一些扭动啊，你看，人家是可以这样去画的这个叶子，你看反向的画叶，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都只是说暂时你们没有考虑到它是这么去的一个方向。其实当你可以有些问题啊，就是人家说反其道而行之，你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你就会发现，哎，原来是那样。你说对吧？你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你就会发现，哦，是这样呀，啊，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就是这种感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大家都会觉得为什么啊？我以前为什么别人啊发现了，以前我咋不觉得？是这样，因为画叶子也是，大家已经习惯了花下面脱叶，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正常的一个思维。你看点住。这个思维是正常的，但是你可以尝试着打破常规，尝试着去打破。你为什么一定要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自然界的东西它是瞬息万变的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必须是那个花这叶长在花下面啊？那咱们这个不绝对啊，不绝对。大家说有道理吧？你看，哎，对吧？这样也可以。对吧？这个叶子，对，是这样子呀，对呀。好，你看这一块的叶子都基本都处理好了，都处理出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做什么？需要再画一个枝干，按照我们的构图来布局的。因为我们画的这个地方没有老干，没有老枝干。大家请看，我现在呢要画一个比较老的枝干了。我的老枝干我加哪里啊？加的是一个赭石和一个墨色。就是我的赭石啊，加的比较厚，马上画好了，别着急。这是一个赭石，赭石加的一个墨的颜色啊，你看，笔占70%的，笔占赭石。因为要准备给你们做画册呀，笔占赭石，所以我最近一直很辛苦的在把一些精品整理出来。好，蘸一下我们的墨汁，你看墨汁蘸浓一点啊。墨汁你看略蘸浓一点，好，蘸的稍浓一些。用一个纸巾稍稍的吸一下我们的笔根儿，这么大，不大呀？对啊，40朵方，不喜欢吗？第一个好的，没有问题。对，再给大家弄得漂亮一点，多少厘米？25厘米的。好，我们再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枝干。注意一下，控制好你的水分，控制好大家的水分啊，控制好大家的水分。好的，然后你看，我们在这个角落上面，你看，哎，点折一下，你看，先往上折，我用手指头给你们比一下，很重要的啊，这个地方不要出错，往上折，再哎，你看，从一样的角度往下折，然后到这个地方，1、2，然后给它这样翻上去啊，翻上去。看看啊，好的呀，没有问题。好，开始了啊！你看笔尖侧观一看，哎，侧观一看翻，看到了吗？毛笔侧锋去翻啊，侧锋去翻。你看，哎，你看翻完之后像我这样，你看颜色向下面衔接一下，衔接的稍微紧凑一点啊，整个色彩。你看朝这边再点住，你看，对吧？向下面你看，哎，点住，你看。对吧？简单的给它衔接一下，下面吗？这个是左右出枝法的啊。你看，朝这个地方长一点，停，然后呢，你看，哎，往旁边这样翻上去，请看好了啊，哎，下来，然后点住，出枝，1，你看2，笔像我这样可以翻一下。你看，我故意的啊，把这个地方给它翻出来。一幅是45啊。我们还有4尺的，课程里边还有4尺的啊！你看，给它加了点妖娆的质感。
你看啊，哎，笔尖点加点墨，你看停，1、2，你看我的笔在翻来翻去的，停，有点变化会比较好看，知道吧？让它有点变化，笔沾点浓墨，对吧？笔沾点浓墨，你看加一下，往上添一笔，往上添，然后你看我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因为这不是还折了一只下来吗？你看我折到哪里？我折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下到这儿，点，好，接进来啊，稍微虚一点点。你看缺口处点住往上拖，缺口你看啊，点住，你看，对吧？往上托起一只25，然后你看另外一只，你看啊，哎，我给它在这个旁边这个地方，你看我往上再点住，你看1、2、3点下来，你看虚一点，接进来点一下，理解了吗？接进来点一下，对，25啊，点一下小胎点，衔接一下，你看把这个枝干的质感给它加的漂亮点啊，你看点一下小小的虚影，对吧？你看小小的这个枝干的一个整体造型就出现了。好，旁边这个地方你看点，加一个什么啊？这些特别小的，你看芽苞，一会儿就加这些地方啊，加芽苞，加这些地方。好，枝干多粗呀？啊，这个差不多就好了，姐妹，这个差不多就行，不绝对啊，不绝对。好，然后呢，我们的笔啊蘸的是藤黄，笔蘸藤黄，加上3绿，加上3青，马上好了，别急哦。3青，加点花青，笔尖蘸点胭脂，是浓浓的胭脂，浓浓的胭脂啊。好，大家看这边，我们接下来需要画啥呀？你看我在这里啊，画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花头，对吧？大概这个花头就这么大，这么大啊。然后呢，我这个是这样的折下来，你看，哎，1穿过它，2衔接到这儿，接进来啊，接进来。那么接进来的时候，你看我的笔啊，你看笔尖点住，点推开，看见了吗？看见没有？笔尖推开一个，你看这个花的一个花苞，你就是怎么用笔，你发现了没有？因为我比较讲用笔啊，你看切进来。点住，你看，我比较讲用笔啊，姐妹们。它不是说啊，你随便画画那样子就 OK 了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用笔，对吧？然后你看旁边这个地方，你看点住向上，你看笔尖点一下，好，推，逆推再回来，看到了吗？对，它我们国画的用笔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对吧？它就是像里边带自然的一个包裹状态，看见了吗？好啊，成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包裹状态就出现了。好像这个地方，你看点住折，接下来挑一下，对，就很有意思啊。没事，你多来直播间吧，好吧？你多来。对，喜欢的话也可以收一套课程。现在是260啊。好，大家请看，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啊小小的这个，你看枝干，对，花托就是我觉得吧，细节这东西啊，你看这里可以再加一下，你看点托，细节这东西它就是这样子，就是看谁把握住的细节，你的花头就会出彩啊，是不是？你把握住了你就出彩，对。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怎么画啊？你看笔尖点住，边点，你看挑一下，挑，推开之后，你看笔尖稍微翻过来，细一点点进来，看到没有？衔接进来。你要到这边，你看点住，中侧锋调整一下，接进去啊，接进去。你不要觉得它粗，这个粗度是要的，不能太细，太细就不好看了。好，蘸点胭脂，
蘸一点点胭脂啊，你看，在这个地方笔尖侧锋一翻，加一个小小的尖尖，啊，叶子吗？有趣啊，它得接起来。你看，接下来就是什么？你看朝这一边啊，进行一个，你看笔尖点住，好下来，进行一个啥枝干的穿插，一个细细的小干。你看这个地方点住向上，折着往下，对，花苞点住向上，你看，对吧？添一添就好看了，对吧？添一添就是这种特别细致的这种小尖尖啊，给它添一下就会很漂亮，很重要啊，这些细节上面。OK， 那基本上我们的整个布局就完成了，把花苞加上，花苞很好画啊，花苞用的是深色的，还是一样。花苞还是深色的，依然是深色的。好，笔蘸一下朱砂，是的，笔蘸一点朱砂，蘸一点曙红，多放点曙红，多放点胭脂，还不够红，再加点曙红。很多家人就会觉得啊，我这个时候省点颜料，会吧？会，就很多人会觉得没必要，因为一点点的花头最后要挤点曙红，其实很有必要，不然会画坏。蘸点胭脂。蘸点胭脂啊，再加点墨汁儿。你看这个时候的花瓣怎么加？笔尖点住按一下，按一下，你看推，看到了吗？推开之后笔尖向上拉，叠下来一半啊，往上拉加叠瓣，好吧？你看这个地方点小一点点，对吧？点小一点点，继续的曙红，蘸点胭脂，加点我们的墨汁啊。曙红加胭脂，你看中间这个用墨去给它填一填吧，会比较好一点，对吧？中间用墨填一填，尽量不要流出来。好，下面这个地方你看点住，进来，对吧？推开，你看我还是用墨，你看轻轻的去勾勒一下，对不对？小花瓣就出锋是5.2的，5.2出锋啊，姐妹，5.2出锋，曙红再蘸点胭脂。出锋呢是5.2的，5.2的啊。你看朝这个缺口你点一点墨，你看笔尖点一下，点一下，往上，笔尖点住，侧锋下来，笔尖点住，侧锋下来。哎，好，快了，马上画好了。好，带一个小尖，马上就好了啊，对吧？带一个小尖朝外。对吧？带一个小尖尖的啊，马上就快了。你看这个特别小的小瓣，好，朝这一边，你看笔尖点住，折进来，对吧？折进来的小瓣，你看这样画出来的花瓣，它是比较，你看比较有意思。就只要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支持我一下，谢谢。OK 啊，这个花头就出来了。好的，不急是吧？好的，你看这个花瓣，怕耽误大家睡觉。OK， 你看这个花苞喜欢吧？是不是很有意思？这个不用点蕊啊，对吧？这个花苞他喜欢了，很有意思的。好 ，OK， 你看。又很富贵，主要这个花苞它特别富贵。好，你看往叶子后面藏一点进去吧，我们，对吧？往叶子里边藏了一点 ，OK， 这样呢，你看这个比较富贵的花苞就出现了啊。喜欢点点赞就好，姐妹们啊，不好意思耽误你们休息了。OK， 对吧？小小的花苞，然后呢，我们把旁边，对，马上就好，别着急啊。然后我再画点小小的叶子。你看，笔呢蘸的是藤黄，笔蘸藤黄，蘸藤黄，蘸点曙红，笔蘸藤黄加点曙红啊。你看，咱们在这一块我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叶子，富贵包吗？谢谢。你看啊。
这个地方你看我点一下带一条，好，带一条小小的尖尖，你看，哎，点富贵包不是长在脖子上的吗？你看一条特别特别嫩的小叶出现，好，给它复笔回转一下啊，回一下，299嘛，现在260，晚上有260的课程，就是你在我抖音里边任何看得到的你都能学。继续，你看这个小叶啊，朝这个地方，你看点住往下翻，看到了吗？这几个叶子就是比较小啊，比较小的。好，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好的，蘸一点点的曙红，谢谢，蘸一点点曙红。然后你看，朝这一边啊，你看，哎，点住按一下，啊，你看轻轻的抖动我们的毛笔，你看轻轻的抖动，轻轻抖动一点点啊。好 ，OK， 你看将下面翻一下，注意学会复笔，这个是斗方的，4指斗方的。朝这个地方，你看天按一下。按一下，你看一个特别小的小芽包，今天特好看。之前的不喜欢吗？对，特别小的小芽包，特别小的小芽包就出现了。以后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内容都会有啊，70乘70的。然后你看全部打开之后，我们开始加叶子，对，开始继续画叶子啊，画叶子。你看，注意一下，我们叶子它是有穿插关系的啊，一定要区分。没太看好的，那你要多看了，姐妹，蘸一点藤黄，我们的3绿、3青、花青，蘸一点胭脂啊，蘸一点胭脂。好，大家请看，我们接下来这个叶子啊，就是什么？我们整体的一个叶子，它是有多层次的一个穿插，比如像这个地方，你看点住，好推，你看，看见了吗？它叶子是有多层次推拉的啊，多层次推拉。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有些叶子它会怎么样？那个姐妹们理解啥意思了没有？它可以什么呀？你看，它是有些叶子会被它给遮挡，可以的。对，就是我们教的就是零基础的姐妹们。对，你看这一块叶子是叠加的。很有意思啊，然后旁边这个地方，你看点住往下翻一下，再往下加一个小叶，对吧？遮挡住，是的，它就是要遮挡住它的花瓣会比较漂亮。你看勾勒一下，对吧？挑一个特别小的小的小花瓣。你看旁边这个地方，你看点住。其实你们能看到，我基本上是画到后面去了，对吧？它是要打算，你看画到这个后边去带一个小勾，对吧？它是遮挡在后面一个小小的小勾的啊。OK， 你看可以给它再描一下，你看给它描的稍微瘦一点，对吧？稍微瘦一点就可以了。对吧？小小的小叶儿，你看加到这个周边，你看再挑一点点起来就好了。小叶子啊，小叶子。然后旁边你看有些叶子它是什么呀？藤黄蘸的这个叫曙红，画到一个小芽包。这个芽包我画在这儿，笔尖点圆一下，颜色多放点曙红，比较重。你看圆一下，给它遮挡一下，你看，对吧？蘸一点芽包，不是啊，这就是写意啊，写意画法。然后你看蘸一个小芽包啊，你看这些地方，你看我都是用这个去压它，所以说我跟大家说，很多东西我们一开始画的时候啊，木骨画太麻烦了，画得画好久。你看笔尖点按着它，你看让它有点包裹的状态，成一种你看包裹的啊，你看压进来，你看，对吧？压实一下啊，对。整一个让它压进来，压实一点。继续的，因为它下面的芽包处你都可以去加，你看，小一点。那至于是小还是大，大家自己决定就好。你看，对吧？小小的啊，对，小小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加多出所有的嫩叶。
其实我跟大家这样说一下啊，墨骨慢慢涂的那个叫墨骨的工笔，就是它是流出我们白色的线，就是流出水线，就是留白的。深轩它是留白的一个水线，知道吧？深轩，这如假包换的深轩，你一看它墨色晕染的这个样子就是深轩，你平涂能平涂成这种渐变色吗？你怎么涂啊？除非你是染色，平涂根本涂不成渐变色的。对，平涂是涂不出渐变色的，它就是单层可以涂，除非你反反复复的染，那可以染出来啊。对，好，我们继续画啊，继续画。你看接下来这个小叶啊，你看我在这个边边上，你看笔尖拉一个长叶啊，拉一个长点的小叶，马上好喽。你看笔尖点住小小的一片，好折起来，小小的2片折起来，你看上面绕一下推下来。你看叶子人家是带翻转的，理解了吗？就是特聪明啊，它是带翻转的，看到了吗？你看，所以就是我们在画叶子的时候，你也需要注意了，需要带着点用笔啊，姐妹们，沾点胭脂啊，沾点胭脂，需要多带一点用笔，用笔是很重要的，就是画的时候是非常，你看要注意啥？你看推出去一半。对吧？需要推出去一半一半。深轩怎么不润？颜色不润是吗？颜色不润啊，那我没办法了，可能我画的不太好。对，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叶子，你看推出去，颜色还不够润啊。我觉得其实已经挺湿了啊。你看这个叶子，用笔一半一半的给它夹出来。你看朝缺口处，你看回一下，哎，往旁边撑开一个小叶儿，对吧？一片一片的小叶子，对，给它表达出来，千姿百态的。铜黄3绿，沾点3青，加点花青。你看，有些叶子是什么呀？你看点住朝下翻的人家，你看啊，朝这儿1、2点住，3带钩，对吧？带一个小钩。带一个，其实你们润那种水分很大啊，那不用那么大吧？你看往里边加一下，你看加一个透视效果，遮挡关系在后面。你看，有一些是要遮挡住的，姐妹们啊，你看它有一些是被遮挡在后面了，被藏起来了啊，不一墨是吧？啊，不会的，我要是在直播间我一墨了，我还怎么做直播啊？对，我直播间都要一墨了，我怎么做直播？大家没有人看我的呀。往上添一添，你看这个小叶子啊。OK， 你看这样的这个叶子都出来了。对你这个在直播间我还要阴，那不是翻车了。好，毛笔蘸一点点啊，我们这个铜黄和3绿加点花青，有道理吧？加点胭脂，加一点点的胭脂。对啊，我翻车了，大家就跑光了都。然后你看我在下面这个地方，你看点住，好推开，你看这个小叶儿，推一些藏在下面，对吧？特别淡的烟啊，特别淡的这个小叶子啊，一点点。好，推开一些小的叶子，你看有遮挡关系，推开一些小叶子啊，有点遮挡关系。大家有道理吧？我这直播间要是翻车了，我跟人翻1次车就够了，就明天就没有人来了，就不用翻几次，1次就够了，明天别人不会过来看我了。好，你看这个地方啊，再加一下，对，这个纸还可以的。好，下面呢这个地方啊，睡了，蘸一下3青，蘸点胭脂。你看加点这个小叶儿在旁边，你看这个地方。笔尖挑一点，你看小小的叶子翻下来，啊，特别特别小的叶子，盖上你更好。OK， 那我们基本上这个样子一块构图我们就画好了，整体的一张构图啊我们就完成了。
我把它拿起来，你们截一下图吧，好吧？对，我拿起来，你们截一下图呗。哎呦呦 ，O 不 OK？我拿起来，你们截下图，好吧？叶脉要勾吗？还是不勾？你们是不是挺喜欢我不勾叶脉的，对吧？应该是喜欢我不勾叶脉的很多，那我就不勾吧。对，对，不勾叶脉，那行。OK，点点胎啊，点点胎，看完了可以下播睡觉了，姐妹们。对，用这个浓墨啊去点点胎，一点点。OK。